倍速，可以帮玩家带娃，缺点需要玩家过多的操作，没意义，可以拐卖儿童以及带娃。有些玩具太过凶猛，不给带。以前在家里孵蛋会经常忘记领养，现在有了泰克孵化器，可以很好的解决孵化问题，但解锁有等级要求，以及孵化还是得有玩家操作。讲了这么多，就是为了给大家介绍这个包含以上全部功能的魔族生物，看着充满智慧的眼神，所以这个玩意叫控制龙，嘿，所以这玩意叫控制鸟。在玩这个魔族之前，从来没有听过还有这种史前鸟类。按理雪山、沙漠以及红树林都会刷新这种带有鸟巢的枯树，而目前有 bug， 红树林不刷新，所以现在只能见到雪山以及沙漠生态圈的控制鸟。每棵枯树最多生成6只控制鸟，控制鸟在枯树附近转悠时会拾取周围的龙蛋放入鸟巢，鸟巢里也会产出控制鸟的吃逼。至于鸟巢里的东西呢，玩家当然是可以拿的啦，嘿嘿嘿。控制鸟偶尔会栖息在树枝上，在这段时间里，它们会寻找玩家丢出来的受精蛋，然后把蛋带到一个巢里孵化。这个时候玩家就可以喂养它们了。驯服的效果取决于蛋的大小，越大越好。其实喂食上等饲料最好，然后是所有的植物种子，推荐叉或者热异种子。这个尾巴在做啥？摩擦生热吗？支持蓝巨蛋，它能不能吊上去孵化？驯服的控制鸟无法栖产，可以放到肩膀上。控制鸟的背包可以制作鸟巢，这些鸟巢是控制鸟用来孵蛋或者存储蛋的地方。对着它长按 E 可以看到左边2个特殊的选项，上面这个是孵蛋与照顾宝宝的选项。这个选项也可以在扛肩膀时通过按住拉丝键进入。以下就是可以开关的功能：收集普通蛋，控制鸟会在周围的区域找到并收集所有的普通蛋；收集受精蛋，控制鸟将寻找并收集周围区域内的所有受精蛋。如果孵化功能没有激活，将只收集1颗蛋，并将其带到巢穴中进行孵化。蛋的位置，控制鸟放在肩膀上时，如果周围地区有蛋，在蛋的上方会有一个浮动的图标提示，这对发现野外掉落的普通蛋或者野生龙巢穴的受精蛋很有帮助。孵化，只要受精蛋在正确的温度范围内，控制鸟就能提高受精卵的孵化速度。控制鸟本身也会为蛋提供保温效果。孵化速度与加点进展伤害和生物群落类型有关。控制鸟在孵化蛋的时候会消耗更多的食物。对着控制鸟长按 E， 左边下面这个选项就是查看生物群落类型对应孵化速度提升率。认领，控制鸟会代表当前的留印者认领婴儿，在认领婴儿时，控制鸟将禁止婴儿跟随玩家和巡逻。在默认情况下，也会强迫怀孕的生物脱离停滞状态，以便认领婴儿。当控制鸟认领一个婴儿时，部落日志也会受到更新。关怀，控制鸟加速自己的食物消耗，使用呕吐物来喂养婴儿，且婴儿喂养不需要特定的食物类型。一旦婴儿进入青少年阶段，控制鸟就不会再照顾他们了。留痕，正常会自动留痕的，但如果留痕要求是需要某种食物的时候，需要控制鸟背包有对应的食物才行。发射指令，控制鸟在扛肩膀上时，将在你的视线范围内用一个轮廓突出可收集的蛋，双击 F 认出控制鸟，控制鸟会直接取回这颗蛋。巢穴存储开启后，允许控制鸟在完成任务后返回巢穴存储蛋，优先返回于玩家。返回玩家，开启后允许控制鸟返回并完成任务后自动回到玩家的肩膀上。改变命令半径，允许修改控制鸟执行任务的距离，将显示橙色的视觉效果，告知玩家更新的距离。婴儿护理下不受此影响。总之，这是一种可以做到从捡蛋到孵蛋到养崽子全自动一条龙服务的鸟，而我们只需要提前给控制鸟准备一些食物种子，放到饲料槽即可。在控制鸟的护理下，即便是飞龙、岩龙，不用特殊食物也能直接养了。至于这个家伙的战斗能力吧，别提了。